普京媒体那就是试射失败。俄副外长说了，美媒的话你也信呢？普京不提是因为试射洲际导弹不值一提。各位好，欢迎来到康许说。拜登出人意料地访问了乌克兰，俄罗斯又在拜登访问乌克兰前夕试射了萨尔马特洲际导弹，这也被外界视为美俄之间的一次交锋。但是这一次的交锋似乎不仅没有外界所预料的那般激烈，反而还有些冷淡。俄罗斯对拜登访问乌克兰并没有太过在意，也没有采取什么动作吓唬一下拜登。至于拜登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的防空警报，扎哈罗娃直言，这就是美国和乌克兰自导自演的把戏。防空警报是故意拉响的，如果没有俄罗斯的保证，拜登都不敢去乌克兰。而美国对俄罗斯试射洲际导弹也同样没有太大的回应。美国方面就表示了，俄罗斯试射洲际导弹不是什么大事，这样的导弹试射也并不反常，就好像在风轻云淡之间，两起重大事件造成的风波，那就这么平息了。只是好不容易有个新闻可以炒作一下，美国媒体自然是不愿意接受。为此，就有美国媒体炒作俄罗斯试射的萨尔马特洲际导弹是在拜登访问乌克兰期间试射的，强行将这两起事件结合在一起，想要给俄乌局势是加上一把火。然而，美国媒体还不忘唱衰一下俄罗斯，声称俄罗斯这次的萨尔马特洲际导弹试射是失败了，那要不然普京在发布国情咨文的时候也不会连提都没提上一嘴。所以在美国媒体眼中，俄罗斯试射洲际导弹，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儿。那正是因为失败了，普京才会一个字儿都没提。那要不然，这怎么说这美国媒体会瞎编呢？往往都是先有结论，再有证据呢。俄罗斯副外长对此也是笑了。美国媒体的话你也信呢？那先不说试射萨尔马特洲际导弹本身就没什么好评论的，这对于俄罗斯来说那是太寻常了。无论俄乌冲突爆发之前，还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都有着洲际导弹的试射活动。这一点，美国方面自个儿都说了，这事儿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更何况，普京虽然没有在国情咨文上提到萨尔马特洲际导弹的试射，但是在保卫日上表示，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将会在今年投入战备值班，所以在正式投入战备值班之前，萨尔马特洲际导弹的试射活动就更加的不值得一提了。所以说，这件事从头到尾就只有美国媒体在那一惊一乍的，将这件事情当成了天大的事来炒作。那这也说明，美国媒体是真的没话题炒作了，更没话题来转移国内的矛盾了。之前炒作气球事件，想要转移美国制造北溪事件的注意力，那结果最后还是没能成功。在中国的力挺之下，联合国开会讨论北溪事件，随后那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国又来了一个火车脱轨，毒云直冲天际，让美国把脸是丢在了国际上。我想现在这美国的媒体压力应该是特别大呀。那毕竟要给美国找一块遮羞布，这美国媒体现在还真不好找。老调重弹抹黑中国和俄罗斯都已经转移不了注意力了，甚至美国媒体还为此是名誉扫地。好了，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